Hello，大家好，今天是12月2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英伟达、台积电如期上涨，科技股调整结束，圣诞行情会照常进行吗 ？MSTR 正式加入纳指100，但第一天就收跌，这会不会是一次买入机会呢？今天美股将提前休市，因为明天就是圣诞节来临。这里阿哲提前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视频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23期，阿哲依旧会分为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的视频内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要去看一下当前市场的大环境，有关于当前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右侧趋势分析和左侧的空间点位计算。第二部分会讲关于英伟达和特斯拉的专题技术面报告，会通过空间价格、资金动能等等方面来讲解有关于这两者的一个专题分析。第三部分会讲以下个股：博通、台积电、MSTR、PLTR、谷歌、亚马逊、Meta 等个股的技术面快报。本期视频阿哲依旧准备着较多的内容，所以呢时长方面会依旧偏长。那如果你是一位新同学，或者你的时间比较着急、比较宝贵，那么您可以看一下下方的时间轴列表。在时间轴当中，阿哲把今天的行情目录整理成了一个时间轴，那么你可以通过时间轴的一个点击，可以快速跳转到你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那么这样呢也可以节约您的一些宝贵的时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右侧趋势分析，我们先看到左侧这一个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的一些标记，阿哲呢依旧要讲一下这一个 K 线组合叫做负阴线。所谓的负阴线在近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什么叫负阴线呢？如果是老同学，那么这一部分的讲解你可以跳过，因为你知道阿哲要表达什么。那如果你是新同学，那么对于负阴线的学习一定要把它记住，因为这是阿哲呢经常会所提及，并且在市场当中能够有效把握到行情的高点和低点的方法。负阴线的由来是在九田战法当中所提及，而它的一个表现是需要有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阴线的特点是它的高点比昨天阳线的最高点高，而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阳线实体一半以上，这叫做负阴线。一根阴线覆盖了阳线的上涨，而达到一半以上就构成了最基本的看跌的条件。当市场出现了负阴线之后，我们一般上涨中的利润是需要去了结的，需要提前去卖出的，那么规避后续可能发生的出货或者说资金出逃的现象。那股价的走势如何通过负阴线来卖出，就是一旦遇到它我们就卖出。而如何通过负阴线来把握到后续的上涨行情呢？我们需要关注负阴线后的第二天 K 线，因为负阴线不代表一定会是出货，有时候的负阴线它可能是资金的砸盘洗盘行为，所以我们要关注负阴线第二天的 XK 线。如果前方的负阴线为出货资金出逃，那么第二天的 K 线的高点它将是很强的压力，很难去被有效的突破。但你会发现一旦被有效突破，市场的行情也将会到来，它会告诉你前方的负阴线为砸盘而不是出货。包括这个位置负阴线产生之后 XK 线被突破，说明这里呢大概率不是为最后的高点，市场还会再次上涨新高。那包括现在你看到这一根大阴线下砸，当天的阴线直接把12月份大家手中的利润都吃掉了大半，甚至呢会有同学出现了亏损。那么这根 K 线感觉像是出货，但我们说千万不要只通过感觉来去判断，它的 XK 线第二天的高点有没有被突破是关键的考量。目前呢是一个高开，而后最后实体都在价格高点之上、压力位之上的一根 K 线，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突破信号，那么可以将此呢作为加仓的条件。那如果你是新同学，刚来到阿哲的频道，听到阿哲的视频，你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是加仓，那这一天不是买进吗？好，那为什么这一天为加仓信号而不是首次买进信号？这需要看到我们的第一部分右侧趋势的分析。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图表，阿哲呢画了几条趋势线，这是阿哲在11月份初的时候就公布的一个趋势线的画法。那么它的取点有这几个，
第一个是前方的这两个高点，以及呢这两个低点，它所连成的两条趋势线，去界定了这是一个楔形的走势形态。股价的方向目前选择的是向上突破，并且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发现，它对价格有很明显的支撑和压力的效果。股价在这两条趋势线附近容易出现加速行为，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出现了负线，那么股价后续加速下跌，是不是在股价的这两条趋势线附近这个地方又有跳空行为？而后在这一根趋势线的位置又有跳空行为，包括像这里出现了大阴线加速下砸。那么通过这连续的4次的表现，你会知道这两根趋势线附近股价容易会有大的波动。那么每次遇到这些点位，你都要关注它的支撑和压力的效果。那么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为什么这里可以尝试去看反弹，可以去布局首次试错的多单呢？就是因为股价在连续的3天下行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准确精准的回踩前方的趋势线，并且有效支撑，低开高走，出现了上涨。所以上期视频呢，阿哲的视频标题是讲到美股迎来的反弹时刻，目前就是一个反弹的过程。而现在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趋势线的一个实现，在前方这里的低点我们需要有所改变，因为行情走得越远，离趋势线前期的低点越是遥远，那么这个趋势线呢，它的效果正常来讲对于短期的撑压会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把这一个点的低点取点，画一个新的趋势线。那目前的股价在这一条趋势线上运行，出现了一次回落，而回落没有有效跌破，也是出现了快速的涨上。我们说过，只要不跌破这根趋势线，那么价格呢整体反弹还是 OK 的，比较强势的，并且它目前是站上了固比倒数线前方支撑线之上，也可以说明价格它此处有可能是个假跌破，市场将容易回归上涨。这是趋势线上以及固比线上我们的一个分析。那么现在呢，你可以把固比支撑线这里画一个横线，只要价格它处于这一条线之上，我们依旧看它为强势的一个反弹。而价格如果在今天或者说在本周出现了震荡，甚至呢再次的回落，在趋势的角度，在右侧的角度，它是一个相对不强势的反弹，它容易呢由一个强势区间再转为弱势区间，我们就需要注意了，短期反弹利润要及时的获利了结。而只要在此线之上，我们就认为依旧可以认为它股价会去创新高，还能够去上涨突破。这呢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关于右侧的市场分析，通过趋势线，通过复阴线，以及通过前方的固比倒数线来判断的。听到这，如果你是一位老同学，阿哲的频道老粉丝了，那么记得收听视频的时候，我们老规矩，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支持阿哲后续的视频创作，给阿哲的视频呢加油。如果你是新同学，听到这些内容感觉对您有所帮助，你是首次来到阿哲频道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点一个订阅，加入阿哲的粉丝团体。在点击订阅之后，也同时可以点击一下订阅下方的铃铛按钮，只要点击铃铛，以后阿哲的所有直播、所有视频，只要是公开的、分享的，你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阿哲的系统通知，你可以及时的看到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和每一场直播。那么很感谢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在阿哲讲技术频道一起研究技术分析，一起研究探讨美股行情走势。以上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现在我们来到空间技术分析。所谓空间技术分析，是阿哲在美股市场当中会观察的价格 K 线多空力量的动能表现，而通过空间来进行计算，衡量股价上涨涨多高属于多方强，跌多深属于空方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图板当中，那么左侧是阿哲每天在美股开盘前都会提供给订阅粉丝观众的限时福利信息，每天盘前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去写，就会去发。而这一部分内容，如果你是新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你至少可以免费体验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也是阿哲呢给大家新订阅同学一份订阅的福利，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对阿哲首次见面的支持。
在这一份的信息当中，你可以看到2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市场当中阿哲当前的一个看法，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关于纳指和特斯拉的关键空间点位测算。关于特斯拉的点位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有，阿哲有时候可能会更换个股，像近期可能会把它换成英伟达的一个点位测算。那么纳指呢是日常都会有的，这个点位测算是有什么用呢？就是阿哲会认为股价当天的日内的高点和低点，它的压力和支撑在哪里。如果市场是没有太多异常，而是正常波动的话，高点和低点理应就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而不会超出。而假如有那么一天收盘是跌破了预测的支撑低点，超过了这个低点的幅度，那么则意味空方极强，多方极弱，应该看跌。反过来，收盘如果能突破日内所预测的高点，超过了高点压力的空间，则意味着多方极强，空方转弱，则应该转为看涨。而反映到图表当中，阿哲会以此来作为表现。在每根 K 线下方，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颜色，分别是红色和绿色。红色我们叫红灯绿色叫绿灯。如果股价当天的收盘价跌破了日内预测的低点支撑，那么就会把 K 线下方标记红灯，因为它收盘跌破，空方转强。那反过来，如果价格呢出现的是绿灯，就说明当天日内预测的高点，它的压力被收盘突破，多方走强，而空方被打压，这种叫做一个多方动能强势的 K 线。而这个是空方动能强势的 K 线，以此我们可以通过动能的表现来去关注市场的涨跌的利润。比如像这种行情，当市场出现了红点红灯之后转为绿灯，意味着由空转多，市场将容易转强。而当股价出现了绿灯而后转为了红灯，说明由多方强变成了空方强，市场容易走弱。那么由红灯又转为绿灯，则以此从这里开始到下一个红灯为止，这是一个多方强势的行情。当我们在持股阶段遇到了连续的绿灯，则知道目前的行情是强势的。当绿灯出现红灯时，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上涨当中有所止盈，有所卖出。这是这一个点位给到我们的一些提醒，以及让我们更加及时的发现市场当中每根 K 线的多空动能，能够在盘中就有所决策。像股价下跌跌到这个位置，为什么阿哲说这一天反弹时刻股价多方走强，就是因为这一天虽然感觉股价有冲高回落，并且也没有出现什么反包阳线之类的，但是从多空动能的角度来看，它收盘突破了预测的高点，所以这一天哪怕冲高回落，我们也认为它的多方动能是强的，空方是有所打压的。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在昨天的 K 线当中，那么它呢是没有突破预测的高点，也没有跌破预测低点，所以它底下没有红灯也没有绿灯。那么这种情况下叫做顺势，股价只要还在正常区间内，那么就以前方的最后的一盏灯作为方向，前方是绿灯，那么现在没有出现异常，那么也就是股价依旧向上看涨，市场的反弹延续，直到呢再次出现红灯，我们就要小心。正常来讲，这个每天的点位测算应该在我们的 Telegram 内部群组当中才会去告知大家，阿哲呢每天盘前才会去发送，在公开视频当中阿哲一般是不会去讲去计算的。但因为近期在明天就是圣诞节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快乐开心，不管是订阅阿哲的还是非订阅观众，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圣诞节这前后能够开心，能够快乐，能够过好这个节日。所以阿哲呢今天就把这个点位最新的点位公布了，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19,902.2， 它的预测低点是 19,634.78， 这两个点位为今天周二市场当中要去关注的。如果今天市场纳指收盘能够突破预测高点，则继续维持绿灯；如果收盘跌破预测低点，则市场将会转为一个红灯。那么预测低点呢和昨天的开盘价是比较相近的，也就是说今天的收盘如果跌破昨天的开盘，那么基本就是红灯，那么反弹到此将会由强转弱，甚至呢反弹高点将在这里出现。所以在圣诞节前，我们最后一个交易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不要跌破，跌破市场将转灯，由绿转红则是止盈并且离场的信号。现在阿哲就已经是把周二的关键点位告知各位。
那么像周四、周五、圣诞节后开盘之后，我们怎么去观察每一天的点位的测算和这个红灯和绿灯呢？大家可以呢按照阿哲的一个步骤来操作，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每天盘前的一个信息了。第一步，你必须的必要条件，一定要点个订阅，一定要订阅阿哲，成为阿哲的订阅观众。第二，就是订阅阿哲之后，你看一下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个置顶的评论，置顶评论当中，阿哲有放进了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一个 Telegram 当中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那助教老师呢会告诉各位怎么去得到盘前的这个信息。那么为了助教更好的服务各位，那么希望大家呢在点击助教的联系方式之后，找到助教之后，你首先给他发送两个字，是什么呢？叫盘前啊，盘前信息的盘前。你发送给助教之后，他会帮你登记一下名额，后续在阿哲发布盘前消息的时候呢，他才会记得你曾经报过名是要这条信息的。如果你添加之后没有说任何的话，他可能就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那么尽可能的订阅阿哲之后，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的助教联系方式，把盘前这两个字发送给他，那么他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情况来为大家去提供服务的。并且这里要提醒各位订阅观众并且是新订阅阿哲的同学，你呢是不只当一个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我们还会提供粉丝群组的知识答疑以及进阶知识的内部直播，我们一个一个为大家去解读一下。第一个是粉丝群组的知识答疑，因为阿哲主要是做知识分享和技术面的教学，所以阿哲呢希望每位同学都是认真学习的。那如果呢你只是想听阿哲一个观点，那么你在公开的视频当中去听课就行了。那么阿哲每期视频基本也都会讲到一些观点，你呢单纯学习视频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假如说你不是这样的同学，我不想要只单的每天听一个观点，我还想自己能够分析，自己能够成长，能够变得更强大。好，那么呢你可以在听完阿哲的一节直播课程之后做一次作业，那么跟助教老师申请加入粉丝群组，就可以在群组当中我们一起交流和学习了。阿哲的粉丝群组是只提供给认真学习真的想要成长的同学的，其他的同学如果不符合条件，那么助教老师是不会邀请你进入粉丝群组当中的。那么怎么去完成这一次作业呢？它跟我们的进阶知识内部直播有关。每一场内部直播的老师在课后都会留下一份作业，完成之后交给助教，就有机会进入粉丝群组。那么像本周我们是圣诞节的主题，那么阿哲呢带来了抄底专家系列课程，有5节关于市场下跌如何去买到低点去抄底的教学。如果在市场下跌回调时，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看到低点，怎么去识别到低点在哪里出现，那么本周的课程圣诞专题的抄底专家课程是很适合你的。所以在本周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在今天你呢还有机会能够踏上末班车，报名本期的抄底专家系列课。在23号、24号的课程当中，我们是已经结束的，现在呢只能够听取回放，因为是每天香港时间的早上10点，今天你看到阿哲视频的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你现在报名，那么明天25号的直播你是有机会来得及参加我们的内部直播，实时的收听的。像之前的2节课就可以跟助教老师领取一下直播的回放，认真学一下之前的内容。那么只要以上的这5节课程在本周你有1节课程完成过1次作业，你就可以跟助教老师申请一下加入粉丝群组，我们一起的学习。那么以上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的右侧分析和左侧空间技术动能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英伟达和特斯拉的专题技术面解析。我们先看到英伟达的图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说股价英伟达从高点下跌以来，经过了很多次的支撑，但是最后都出现了有效的跌破，而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关键的点位，这个点位呢是前期的这一个高点，这个高点是价格的密集区域，说明它此处是有比较多的筹码的。而在后续被股价出现突破回踩2次的确认之后，说明这前面的巨大的压力转为了支撑，压力和支撑互相的转换。那么这个地方有强力的一个支撑，而后出现某些价格行为，
所以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讲到的是英伟达将起涨，是不是价格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向上的波动？所以之前阿哲经常提到，在价格遇到支撑位的时候，你要关注它的价格表现。比如说遇到支撑时，它出现了一根假阳线；遇到支撑位的时候，它出现了一根假阳线。包括这里遇到支撑位的时候，这里也是假阳线。那么关于这一种技巧是很实用的，你会发现每一次都能够提供一些反弹的利润。而你看到股价出现下跌，遇到了支撑，假阳线产生，而后突破，至少会有反弹，会有股价向上的波动。当价格下跌，遇到了支撑，出现假阳线，高点被突破，股价向上波动，直到遇到一个压力。价格出现下跌，遇到支撑，假阳线出现了，高点被突破了，是不是这一天上周周五的时候，股价确定是突破，所以确认价格将会向上的去波动。所以哪怕你只会看技术分析的价格层面，你也可以把握到这一波以及这一波的行情反弹利润。那么现在的行情走到这里，它的上方有什么压力吗？我们这是要关注的，因为前期的反弹遇到压力就出现了回落，那么这一次的英伟达会不会也在上涨当中遇到压力而后回落？我们看到前期的这个价位，这个价位是 141.1， 这个价格我们之前是放到这里放了很久的，前面呢曾经产生过支撑，也产生过突破，而后再次的回落。所以这一个价格已经是出现了有效的跌破，一个价格有效的跌破，那它肯定呢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压力的提醒，所以 141.1 将是上方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看它是否能够快速的突破，如果能快速突破，那么这一次的股价的运动和前期就不太一样，它呢会更为强势一点，它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反弹。当然呢，这里如果你说阿哲，我可不可以画一条趋势线，把前方的高点以及呢这个高点做连线？其实它已经有所突破，那么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个下行的趋势线，它会不会出现再次的跌落？如果英伟达反弹过程当中，要么遇到 141.1 出现受阻，要么把这一个下行的趋势线压力线再次跌破，确认了压力线的有效，那我们就说这个地方的反弹将会在此处要达到一个获利了结的地步。而这里如果要产生反转，最好是再来一天的强势上涨，把趋势线突破之后出现加速，而后把 141.1 也顺势的去突破，那么这个位置低位反转的意愿就特别强势，就更加容易是反转的底部行情。那么这个位置如果真的出现回落，那阿哲我们要看跌吗？它还是后续会看跌吗？其实这里也还好，因为前期的这个区间已经确认了是有效的支撑，并且这个支撑是很强的。那么股价出现了负阴线后的突破，那么哪怕回落，我们提前做获利了结，它哪怕回落，那它只要不跌破前高的灰色区间，在空间和价格上再次止跌的时候，我们依旧还有2次的买入机会。这属于一个趋势底部的盘整间，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出现启动上涨，但是这个底部，这个波段的底部已经大概率成型，波段底部成型有一个强势的支撑在这里，那么哪怕再次回落，我们也可以去再次的做多。而它如果不回落，而是继续上涨，突破关键的支撑压力，那甚至呢我们可以顺势的加仓。截至目前为止，从我们上期视频讲到现在，其实应该有2次的买入机会。第一个是突破左边这个假阳线的高点的时候，周五可以是买入的机会。那么这一根 K 线其实也可以作为买点，因为它把左边这一根阴线的高点突破，这根阴线它的右侧是一根小 K 线，而它是根大 K 线。小 K 线的价格幅度在大 K 线的区间内，所以它其实也算是一个不规整的运线。而这个运线的最高点被突破，意味方向选择是向上的，所以股价的运动只要在这一个运线的高点之上，我们依旧是看涨的，哪怕可能会有略微的回落，但是只要不跌破，我们依旧是看涨的。所以像这一根阳线，周五的时候和周一的时候都是分别可以去买进的 K 线。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当中，上方是动能 K 线，也是刚才呢我们来测算纳斯达克指数的那些 K 线。只要股价能收的是绿灯，就说明英伟达收盘突破日内预测高点；
如果它是一个红灯，则说明英伟达收盘跌破预测的日内低点，它也是一种动能的表现。当价格由红灯转为绿灯时，则说明多方强势；由绿灯转为红灯时，则小心空方的介入。当红灯再次转绿时，则注意了，这里又是多方的利润。转红灯要小心，转绿灯有利润；转红灯要小心，转绿灯有机会。所以呢，在一次一次的绿灯和红灯的转换当中，我们看到了多空的博弈，价格多方强还是空方强。有时呢可能会有骗线，但是哪怕是这种骗线，你只要及时的按照转灯来去操作，你最多就略微的小亏。但是一旦你把握住了方向，比如说当出现了一个绿灯，而后把握到了一轮上涨连续的绿灯，那比如说一波红灯，你呢躲过了一轮红灯的下跌，这都是它的一个优势。其中可能会有出现骗线的行为，但是大部分及时的离场，及时的执行，那么损失是一个可控的范围，这是这一套空间技术战法的一个优势。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两根 K 线，是不是底下的这一根阳线，它呢是一个绿灯，而后在昨天周一的时候又再次是一个绿灯，连续的2天都是绿灯，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大概率呢已经脱离了反弹。因为股价如果真的是反弹，真的是骗线，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有连续绿灯。你看这里红灯周是绿灯，它是反弹，所以它没有再出现一个绿灯。而价格连续的绿灯，它是连续的绿灯，也就是说多方呢今天出现了强势，而第二天还是保持极强。你像这种反弹的时候，一个绿灯就没了，就是红灯了。好，这里呢一个绿灯，第二天就没有了，第4天才再接一个绿灯，而后转红灯，是吧？这里是反弹，这里是反弹，这里也是反弹，但是这里呢2次都是绿灯，连续2天都极度的强势，这往往它不是简单的反弹，它的力度是很强势的。我们依旧在这个红绿灯当中依旧是看涨的。那么这里呢，阿哲依旧给大家画2个点位，这个点位呢是今天周二的时候要关注的。当英伟达向上突破哪个价位时，依旧保持绿灯；向下跌破哪个价位时，我们会说它会转为红灯。2个价位，第一个是高点，预测高点是 142.065， 股价向上突破，收盘突破 142.065， 那么英伟达会保持绿灯，继续的绿灯。那如果价格往下跌破 137.395， 跌破这个价位 137.395， 跌破将会出现红灯。那么这里呢，不管它走的再怎么强势，一旦出现红灯要小心，它有可能是风险的提醒，有可能是反弹或者说上涨的阻力位。以上呢是通过动能分析当前的英伟达走势。我们再看到下方的资金 BBD 资金指标，那么这里我们只要关注一个现象，就是股价如果是反弹，它一定会有一根 K 线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压力。我们看到这里，当价格在水下，资金到水下时，红色柱为资金流出，短线流出，绿色柱为资金流进，短线资金流进。那么当价格在水下出现上涨，资金流进，一般呢是下跌对应反弹。好，这种反弹的价格你要关注哪一天？关注资金横穿或者说上穿这一个蓝色轴的时候，蓝色轴呢为关键的多空强弱轴。当一个资金上穿到蓝色轴后，市场会变化，这个位置要么市场走强，价格延续市场的上涨，要么就是反弹结束，它是一个极限点，过了这个极限，市场将会变得不一样。不能过这个极限，它永远只是反弹，创新高也还是依旧有反弹的迹象。这一天的高点要被突破，不被突破，市场就是反弹。这一天的低点如果被跌破，市场将在这之下产生风险。那像有时候的上涨连突破蓝色轴都没有，所以呢，哪怕创新高了，它呢依旧为反弹。那价格这一波呢上涨，你看这一天是不是突破了蓝色轴，下方是第一次横穿上穿蓝色轴，所以它是变盘 K 线，所以它是上涨的临界，它是一个观察点，有没有突破？没突破，而且第二天立马跌破了，所以这里是一个反弹高点，这里是反弹高点，这里呢还不如反弹高点，
好，股价现在又到水下，又上穿了。那么 BBD 最后这一根 K 线，这一根资金柱表示首次的由水下上穿到水上，所以这一天为关键 K 线。如果股价是反弹，英伟达今天应该走弱。这根 K 线在资金层面上是近期关键 K 线，它的高点要被突破。如果它的高点不被突破，英伟达它就是反弹。那么如果股价能突破它的高点，并且能够站稳，那么这里将是一个容易有反转产生的市场。所以英伟达在资金层面看好周一的 K 线，它的低点之上还是能看多的，而它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则意味着本次反弹不简单。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股价走势，我们也通过空间、价格、资金动能来去发现。在最近的走势调整当中，特斯拉创了新高之后，走出了连续4天的阴线下跌，连续的4阴下跌。我们看它前期的调整，前期这里是3根阴线，这里是3根阴线，这里呢是6根阴线。所以股价在连阴之后，按照强势的上涨来说，特斯拉目前的动能是没有太多的影响的，因为连续的4根阴线是没有跌破左侧连续3根阳线的低点的。所以目前从多空的动能、多空的涨跌来讲，是多方强于空方，空方4阴没有跌破多方3阳。那么在多方强势而空方弱势的市场，它敢出现连续的阴线下跌，则说明空方的动能是容易被连续的耗竭。多方强而空方弱，在这种市场当中，空方的补充是不够的，它没有后方的能源去支持它连续的看空、连续的下跌。所以越往后走，你会发现 K 线的实体在缩短， K 线的实体代表它是下跌的空方动能，而每一天的实体都在变短，昨天直接变成了一个10日星，变成了一根线。所以连续4天告诉你下跌动能是在减弱的，这是 K 线上价格上直接的分析。目前股价从高点 478.4 受压回落之后，最近的这个低点已经到了415附近，而我们前面的这个支撑位呢是 406.71。 我们一般说完全准确精准回踩到某一个支撑位是更好的，但是呢我们说过支撑位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价格一条线，它一般呢是附近前后的辐射区间。所以415的低点已经进入到了下方这一个有效支撑的辐射范围内，而后出现了长下影线的10日星，我们认为这一天意味着止跌的有效，只是目前特斯拉还缺一个价格上右侧的上涨阳线罢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看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当中，我们去讲一下它的多空动能以及下方 BBD 的资金表现。从多空动能上讲，当市场为绿色的时候，我们认为绿灯为市场的机会，而红灯为市场的风险。那么以此呢，你去操作，大部分的这一波段的利润都是能够把握得住的。像绿灯，这一波段是没有赚钱的，错过了。但这一个绿灯后是直接拿到这一个红灯，所以这个波段大部分能够拿得住，并且有明确的卖出机会。这一个绿灯，这一个红灯，这一个波段小小的波段略微的盈利，像这里呢有一个相对的止损，然后从这一个绿灯开始，股价一路的绿灯，一路的长绿，一路的持有，直到绿灯转红灯，我们说这一天应该获利了结，把前方的波段盈利拿入囊中。那么价格目前的表现是连续的阴线下跌，在红灯之后有再接红灯吗？就没有了。在红灯之后就没有再什么强势的下跌动能了，后面的3天只是顺势的正常的股价波动往下惯性的下跌而已。所以真正的去看空特斯拉的人应该在这一天有所布局，但是后续基本上空方的燃料就不太够，所以你会发现动能在不断减少。那么现在从 K 线的表现上，你有发现有红灯或绿灯吗？没有的。所以目前的特斯拉它的方向性是不太明确的，你说看涨看跌还不行，所以最好等待下一个灯，下一个绿灯产生，我们认为股价看涨。如果是红灯产生呢，就先不要去动。所以当下我们要看一下周二突破哪个价位为绿灯，跌破哪个价位为红灯。这里阿哲呢依旧直接告诉大家，当前的特斯拉在周二预测的日内高点
应该是442.104，而预测的日内的低点应该是423.006。也就是说，今天周二股价如果收盘是突破442.104，那么特斯拉会有出现本次调整首根绿灯。而如果价格收盘是跌破了423.006，那么价格将出现红灯。那么前面的红灯，这里又是红灯，将会继续顺势看跌。所以这两个价位在周二认真的去观察，看收盘是站在它之上还是它之上。如果依旧在中间呢，就关注下一个点位是否能转灯。我们等待红灯或者说绿灯产生，再去看市场的方向走势。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看到市场的资金 BBD， 刚才我们讲过，当股价在水下上穿过水上的时候，这一天的 K 线是关键 K 线，它的高点得被突破，是吧？这一天出现了，而后快速的突破，在它之上，股价就依旧能看涨。那么其实呢，价格下跌反弹时，关注从水下上穿水上，它是一个关键 K 线，不能跌破，要突破。那么像股价由水上转为水下时，它也会告诉你一个回调时的关键变盘点，而这一天就是下穿水下的那一根红色柱，资金流出由水上一直延续到水下，这一天为关键 K 线。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它的这个地方将是低点变盘有很大可能的地方，这一天将大概率是本次回调低点。如果特斯拉多头不死，那么这里就应该是回调低点，空头走到这将容易被打击，这是一个上升行情当中的大概率事件，通过资金能够发现这个走势要点。而目前的价格有跌破它吗？没跌破它，所以这里的低点确认只待确认。怎么确认呢？最好收盘能够突破它的高点，亦或者呢，今天直接出现阳包阴线也是可以的。确定了本次低点后有上涨动能，那么也可以认为呢，这是一个买入信号。那关于这个低点变盘，它的效果阿哲觉得是不差的，因为你会看到前方这里的上涨回调，那么下穿的低点变盘是它，股价在这里是不是出现了多头的反攻，空方在这里开始被严重的打击。那么价格从这个高点后的调整震荡，那么谁是下穿 K 线了？这一天出现了下穿，而它的低点没有被有效跌破，高点后续能够被突破。我们认为它的低点下方呢是空头占主导，上方是多头占主导，所以从这里突破开始，股价再次启动。那么现在又迎接了这种上涨回调的时刻。如果你说阿哲前面我错过了，没听你的视频，没看到你的频道，我这里也错过了，那么这个地方又来一次机会。你错过了一次，错过了2次，那第3次如果又出现了突破涨上去，那你觉得你要错过第3次吗？这是特斯拉我们的纬度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第3部分，以下个股列表当中的技术快报，它们分别是博通、台积电、MSTR、PLTR、谷歌、亚马逊和 Meta。那么以上个股呢，我们已经跟踪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假如以上个股没有你所关心的，或者说你最近呢有更加重仓，亦或者更加在意的个股，那么阿哲没能讲到的，你可以发送到下方的评论区当中，那么阿哲呢看到会给您进行一个答复，亦或者呢下期视频可能就会加入到其中去进行分析。那么关于第3部分的技术快报，我们不会像第2部分讲的那么详细，我们会比较快速的告诉大家风险和机会以及关键的点位在哪里。我们看到第一只博通，有关于博通，我们看一下它的动能 K 线以及 BBD 的资金表现。像前期这里出现的是一个高位的红灯，而后持续的下跌，一路的红灯，一路的下跌，其中呢甚至是骗线都没骗线，绿灯都没见一个。而经过了一轮下跌之后，直到低位附近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走出了一轮上涨行情。而在真正的加速之前，出现了一个红灯，你要了结这一部分的利润。在红灯之后立马转绿灯，我们知道了昨天很大可能是一个砸盘现象，那么我们应该及时的再次介入，那股价呢上涨之前能够有所把握。红绿灯的好处就在于它可能不是每一次都在高低点提醒，但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去执行，那么大部分的上涨大涨行情你不会错过，而这种大跌的行情你至少不会全部吃住，被全部套住。
那么现在的股价在高位绿灯之后转为红灯，应该了结此处的利润。这一个调整是比较强势的，因为有2个红灯的产生。但是现在股价再次出现了调整后的绿灯，因为整体走势还是在上涨波段当中，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红灯转绿灯的买点，这种买点属于回调买点。看到下方的资金从前面的高位流出之后，到现在没有转为绿灯，同时它也没有下穿，所以在资金层面上表现也是正常的温和的洗盘调整，资金流出是比较缓慢的，没有去下穿到强弱轴。从价格层面上，这里是一个买点，而资金层面上呢，目前还没有转为绿色，也就是说流进资金还不算很多，价格上可以先右侧买进，而等到资金转绿之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它是否有一些其他买点。现在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话呢，可以说是如期的出现了一个上涨。在上周的行情解析当中，我们有讲到台积电它的成交量上是出现了低位多倍量，而后在前高的回踩当中，其实是对于前期的这一个高点出现了有效的一个回踩，是不是前面的回踩以及上涨之后的回踩？那么现在在这种相对强势有空转多的行情下，它出现了上涨，我们说不是很意外，只是之前呢因为市场原因，所以导致它也紧跟着调整。那么在这一个低点出现的时候，在上期视频我们讲到这一天是绿灯 K 线，因为这一天日内预测的高点压力在这里，而股价收盘价是过去了突破了，所以这一天为上涨回调的买入机会，价格第二天继续顺势上涨，继续顺势为绿灯，所以价格目前表现强势。台积电和特斯拉是一样的，目前少有的在上周周五的时候以及在本周周一的时候都是绿灯的 K 线，是近期的股票当中少有的2只个股，英伟达和台积电，所以都可以呢相对去多关注他们多头的持续表现。而现在呢，我们看到下方的 BBD 资金，看一下所谓上穿和下穿的 K 线，他们在最近是出现在哪里？我们来画一下这几根 K 线，在最近的波段震荡当中，有出现了4次的价格资金出现上穿和下穿。好，这里出现了上穿，那我们知道了，股价下跌走到这里，它是反弹吗？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它的高点要被突破，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是不是高点很快被突破，并且股价回踩是没有跌破它的低点的？所以这一轮行情更大概率它不只是简单的反弹，而价格下跌，如果它是回调，那么股价资金下穿的时候就容易是低点变盘。那这一天下穿，第二天立马高开高走，倍量缺口，它的低点没被跌破，它的高点也是被快速的突破。那包括这一天也是下穿，下穿之后低点有被跌破吗？没有，高点现在被突破。所以前方3个变盘点都是有效的低点，都是看多的变盘，资金表现是强势的，每一次都是向上突破。那包括目前的台积电，昨天周一的 K 线也是一个上穿强弱轴的资金轴，这一天的高点要被突破，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它是一个关键的变盘 K 线。正常来讲，如果走到这里，市场是强势的，它应该很快突破 208.05， 而不应该去跌破它的低点。只要低点不破，这里继续我们看涨后续台积电它的波段上涨行情，而不是短线上涨。当下我们看到的是 MSTR 的日线图表，上方股价的走势从前期的绿灯有很强势的撞墙行情，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走过了那种盈利很轻松的时候，因为前面只要是绿灯你买进，红灯你卖出，绿灯买进，红灯卖出，基本都是大幅的至少20-30个点的利润。而从这个高点被号称被机构做空之后，直到现在它的一个价格走势，哪怕有绿灯也不是很强势，也没有连续的绿灯，而红灯反而开始有连续。所以从左边开始，左边为多头强，右边目前是空头强。上期视频我们看到这一天它是绿灯，所以阿德讲到这一天其实结合某些价格形态，它是一个买点，而它的止损位呢是前方连续阴线的低点。目前的价格 MSTR 是没有跌破止损位的，所以按照价格结构来说可以不用卖出，但是价格的 K 线动能表现下跌比较强势，所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比较保守的，那么这个位置可以跟随执行去离场卖出，等待下一个绿灯。而假如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同学，守住前方这一根阴线的低点不跌破，那么依旧认为这里是低点，后续不管怎么调，它依旧要看涨。而同时我们看到下方的资金前期从上涨回调界定的这个关键的低点，这一天 K 线股价下跌，大幅下跌，资金下穿了变盘 K 线，而股价在此处出现了一个震荡行情的低点，而后出现反弹。当价格呢当前没有有效的突破它的高点，也没有有效跌破它的低点，突破一天就跌落了，突破就快速跌落，跌破又快速的回来，所以股价的走势目前没有很有效的方向选择。我们认为在它之上看涨，在它之下为空方强势，而当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性突破，不管突破还是跌破都还未有完全的确认。同时在价格上，阿哲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呢还是有一个特殊的表现，就是它是一个晕线，也就是说 MSTR 从高点下跌到现在，到它加入到纳指100，那么这里其实它是一个晕线。所谓的晕线就是今天的所有的价格都被昨天 K 线的实体所包裹，那么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晕线。那晕线产生在下跌途中，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下跌停顿的表现。那股价如果收盘能够站在它之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价格选择会向上。而股价如果出现跌破在它之下，那么就要真正的去正视这一个红灯的风险了。它呢会比我们前面的变盘 K 线要更快的去做出确认，而我们可以以变盘 K 线和它作为2次的指引，股价能够突破晕线作为1次的看涨，股价能突破前方的变盘 K 线的高点作为2次的看涨。那价格如果不能够突破，反而往下跌破一个，那同时呢也会跌破前方的低点，所以这一根 K 线的高低点也可以作为短线的关注对象，突破看涨，跌破则小心后续风险延续，市场还要下跌。现在我们看到 PLTR 的日线图表，从前面的股价走势连续的绿灯涨势强劲，而后遇到一个红灯之后股价出现震荡，那么在之前出现了2个绿灯，最近呢产生了向上的波动，但是否强势呢？从昨天的价格表现来看是不强势的。昨天的纳指出现了实体阳线，突破了关键的价位，而 PLTR 呢却并没有，它是一个10日星。通过价格表现，这是一个3阳小顶结构，第3根阳线它的实体比第2根小很多，是一个10日星，所以 PLTR 走到这里，它没有去有效突破左侧阴线的高点。那么在这种关键压力位附近出现3阳小顶是要小心的，左侧上我们应该有所离场去观望的角度。那么结合下方的资金，像这一天是不是出现了上穿？好，股价在随下首次上穿，它是关键 K 线，就跟前面高点下跌这一天下穿一样，它是一个低点变盘。那么这里是下穿是低点，那么这里上穿会不会成为高点呢？这一点我们要看一下价格能否突破 82.02。那么只要后续 PLTR 往上去突破 82.02， 那么我们认为这里的风险只是暂时的，它是一个停顿而已，价格后续依旧能够看涨，我们依旧能够持续的去买进。而假如这一根 K 线的低点被跌破，对于右侧来说风险是比较大的，甚至左侧来讲，目前就应该先离场去观望一下，能不能够去突破关键的变盘 K 线。这是 PLTR 在昨天有所转弱的表现。现在我们来到谷歌，谷歌从前期低点的绿灯一路上涨，转为红灯又是砸盘，立马转绿，绿灯之后继续上涨。那么这2波利润也是比较好去把握的，红灯之后立马又是绿灯，而绿灯买进之后并没能够盈利，而后开始转为红灯，这一笔交易是亏损的。那么这一笔交易呢，在本次上涨当中它出现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因为一波行情的走势它不可能每次都是有很多的利润产生，它在最后的位置或者说在行情末端见顶的位置，很多时候是很难通过绿灯和红灯来去做短期盈利的，除非它是刚刚启动，亦或者在加速阶段，那么这种利润通过红绿灯能够把握，而到了这一个末尾阶段就不太容易了。而在上周五的时候出现了本次调整到现在的一个绿灯，
价格后续延续正常的上涨，不过呢，它没有表现继续的强势，而是一个延续上涨。我们看一下底下的资金，下方的资金首次下穿的是谁呢？是这一天，看到这里，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红色柱，往下去下穿了蓝色的强弱轴？那么这一天就是变盘 K 线，那变盘 K 线产生，它的价格低点不能被跌破，高点要被突破，而目前谷歌高点是被突破的，但它是否有效？当前来看还算蛮有效，只是呢实体不算很大，但是它至少突破了。那么这个地方它就有一个机会构成回调低点，我们这里依旧保持看涨，这是谷歌技术面上目前还没有太多问题，右侧依旧是低点的运作上涨。现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这一个波段就很漂亮了，前期绿灯在低点一直延续绿灯，一直可以持股，一直拿到233。那么到了这个高点后出现了红灯，你说这一天大跌才红灯，但是呢前方我们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哪怕这一天大跌之后才红灯，你也绝对是盈利的，也就是说它也就扣掉你上方的这一段区域而已，前方这个单边走势你是绝对能够有钱赚的。那么这一个红灯之后有绿灯出现吗？没有绿灯出现，说明一点，股价目前多方还不强。那么转念一想，多方不强，说明资金在近期没有流进到亚马逊，或者说不是很着急流进亚马逊。像台积电、像英伟达都是有连续2天的绿灯，说明资金大部分往他们身上去流动。而亚马逊2天都没有绿灯，都是正常的波动，所以资金呢在此处并没有着急的去买进亚马逊。之前我们说过，亚马逊呢它这里也是一个运线，好，运线产生高点有突破吗？高点没突破，低点也没被跌破，所以它还在方向选择，还在徘徊。亚马逊这里买点不明确，依旧得要观望才行，它还是不强，只是呢比特斯拉好一点点而已。下方的这根 K 线，它是不是首次由高点资金流出后的下穿？好，下穿之后低点没被跌破，高点也没被突破，所以这里产生的是震荡走势，还不能盲目买进亚马逊。我们至少需要等待一根价格收盘突破左边这一根小 K 线、运线小 K 线的高点，而后再看涨。那最好呢能够通过绿灯来去把握。像今天周二，市场周二突破哪一个价位会产生亚马逊的绿灯呢？它得突破227.46。周二的市场，亚马逊收盘得在227.46之上，我们才认为它会转为绿灯，这一点要切记，在此之前不要盲目的买进哦。Meta 的话呢，前期走势不算很强，因为前期的走势在绿灯之后，它很快又有红灯，连续的绿灯之后又有红灯，你会发现它的赚钱效应，它的强势程度是远不及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一些个股的。那为什么阿哲要把 Meta 加入到最近的分析当中？之前连续2个月 Meta 已经很久阿哲没有去提及了。那最近呢，去讲到它是阿哲发现这里是一个连阴的调整，而后出现了首阳，这是一个技术面上可以关注的信号。而我们看一下，像下穿 K 线是这一天，好，这一天下穿了低点是不是被下破？我们说下破也分有效和无效，被下破不太好，但是下破之后3天时间没到，那么股价在最后一天出现收盘能够站在下破 K 线变盘低点之上，那么就证明前方的下破它为无效的下破。好，那么这里有没有体现出资金的一种异常现象？是不是多方有绝处逢生的想法？那么这个低点之上，我们认为机会是有的，股价的后续做多可以在前方这根变盘低点之上去看多，以此作为防守位、止损位。而我们看到的是价格高位连续的红灯之后，出现了首根绿灯，它是有可能是反弹的，所以这根绿灯哪怕有，你也不能够买太多，你只能买一点点。那么我们真正的去能够再加仓的点位是哪呢？我们可以把这一个低点变盘的价位作为防守，而后看到下方它是连续的流出之后的首根低位水下流进 K 线资金。好，这根 K 线的高点为关键 K 线，价格只要收盘站在周一 K 线高点之上，证明 Meta 这里它不是简单的反弹，
它有机会走出一个不错的上涨行情，有一定的上涨空间，以连阴的高点作为目标。这里呢就类似于前期这一轮下跌，股价下穿零轴的是谁呢？是不是这根 K 线？好，低点被跌破，高点没突破，所以股价呢在这之下为空方，不要去做多。而我们看到后续连续流出之后，这一天是不是流进的？好，流进 K 线低点没被跌破，而后高点被突破，股价这一天突破，这一天回踩，这一天又收阳线，这一天大阳线，股价后续有一个上涨行情。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就有机会是这一根阳线的位置，就看它能不能够去突破，以及最好不要再跌破这一个变盘低点的最低价格，不要去跌破啊！如果跌破要止损。这一天是试错的买进，突破我们去加仓买进，这是 Meta 近期的行情分析。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盘前行情解析视频，也是圣诞节前我们最后一期视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在视频结束之前，也祝大家再一次的圣诞节快乐，希望在圣诞以及圣诞之后，大家能够在美股市场当中得到你想要的收益，也在2025年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和成长。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再见，拜拜。